管是下雨天，还是太阳天，只要你在身边，阳光都变耀眼。想太多，下猜测，不如找天见面。说太多没如果，还不如去冒险。我站在影子里面，伸出手，等待你救援。你我之间，就算世界崩裂，不管有多遥远，都无法阻止我们的见面。踏过漫长黑夜，你就站在终点，保护你是我渺小的心愿。再见，那个胆小的我，正因为有了你而变得勇敢一点。牙膏。哦。这个牙刷。哦，毛巾和浴巾。你稍等一下。你洗完之后可以先穿这个，我前2天刚洗过了，很干净。哦，谢谢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有事叫我。啊，那我先洗澡了。好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可以放心。你洗澡吧。继续吃。我睡不着。是不是我敲键盘的声音太大了，吵到你了？没有没有，可能是有点认床。以前我睡不着的时候呢，就会去想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，然后就可以睡着。管用吗？对我来说还挺管用。那想什么呢？你要不要想一想，以后我们的家会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的家，我想有好多好多的照片，铺满一整面墙的那种。有在家属院的，有我们现在的，还有老了之后的照片。我疼，秋儿，你干嘛呀？我还有一个花园，花园可以种种菜，养养花。我还想养一只像小弟那样的小狗。我还想有一个大冰箱，冰箱上贴了好多我们去各个地方玩的冰箱贴。我还想有一个厨房，厨房上
我只要有你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学这个吧。你这都是大学的课程啊？高中的学完了，提前学大学的。其实，你现在没必要学这些的。不行，我得学。我们班上其他同学也有在学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呢？我接受不了别人比我更好，我只想当第一。你为什么只想拿第一啊？我不知道，只是习惯了当第一吧。你从来没得过第二？没有。那你跟以前的我还挺像的。以前？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从来没得过第二。那会儿，我在学生跟家长的眼里都是学神，学习能让我有成就感。时间长了吧，我就也觉得我就是天生比别人优秀。但是后来我上了京大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因为你不能轻松的当第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，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后来我就没日没夜的学习，终于有一次考试，我得了第二。那正好，一鼓作气拿下第一。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，我们班的第一名是一个平时都不怎么来上课的15岁小孩。神童啊！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才意识到，很多我需要很努力、很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放弃了得第一的执念，接受了自己就是一个平凡、普通人的事实。那你现在快乐吗？我只能说，轻松了不少吧。宋聪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是上次的补课费，他们提出想换一个老师。谢谢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不意外吗？大概猜到了。能问一下是为什么吗？肯定不是专业的问题。如果说你都教不了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推荐谁了。我可能没法满足他们的诉求吧。他想当医院的第一名，可谁又能永远当第一呢？给你添麻烦了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今天发工资了，我来请客。好。
我都说了请你吃饭，你怎么不让我请你吃顿好的呀？我觉得这挺好啊，没必要拘于形式。其实你不用跟那孩子说那么多。如果你不跟他聊人生的话，也不至于丢了这份工作。我是看见他，想起来了以前的自己。我也害怕，他以后要是进到像京大那样的环境，再失去自信。但是有些事情不自己经历一下是不会懂的。哎，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不也一直都是前3吗？你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呀？那你知道我有多想拿第1吗？可是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一定拿不到。所以托你的福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那你岂不是应该谢谢我？我帮你找工作了呀。而且我从小就知道，不是我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得到什么。这菜挺好吃的，多吃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来晚了。没有一点事情，5分钟啊，反正。菜点了，点了，我寻思等你们来了再让他们上菜，先吃点凉菜。行。啊。哎，花儿，你和景西池以后就留在武安了？大概率是吧？我报了我们学校研究生，他就是连人和网站都一起交给公司，还要给人当牛做马呢。景西池行啊，以后我的人际圈里能不能出现下一个比尔盖茨、扎克伯格，就靠你了。我努力啊。你可给我好好读大学啊，别想辍学。我肯定不会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叛逆少年都成妻管严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还是你们俩好啊，这本硕博连读。你是光看见猪吃饱，没看见猪挨刀了。我巴不得早点毕业呢。Hello everyone，才来。这不是小李院长吗？哎，我可听说你准备回天河3院实习工作了。幸这个大字。要不说怎么你最听话呢？怎么了？人挺好的，吃住都在家里，直系领导还是爸爸，不像我妈，我们每天都在为了未来去努力，那人家就现在已经躺在终点线上了，人生赢家呢。别说了，人生赢家不也没像你们那样谈成恋爱吗？小心妍，别聊天了，这是同学聚会呢，回头先回家聊去。哎，粘人呢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怀疑啊，我最近这个牙疼啊，肯定是你们这狗粮吃多了，齁得慌。怎么？你想谈恋爱吧？你不想？我不想啊。我看你和老宋一个学校的，要不你俩谈一个试试？那么嘴还那么欠呢？怎么了？你要再说我可给大家唱字母歌了。什么字母歌？你过来，E F， 你再唱。怎么了？还唱？别动我啊！还唱不唱？还唱不唱？大声唱！来来来。你好，我们接到一位白先生的电话，这是他托我们送给廖心妍女士的。哎呦，我这牙更疼了，这都快2年半了吧？他咋还这么硬？怎么了？但是我没说话的权利了是吧？他聊的那个，不是这个。哎呀，难怪大家都说这个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嘛。哎，不过班长，这才大3下呢，你分手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我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着毕业考公回天河嘛。他独生子，家就在我们学校那边，肯定也回不来。我就想着早放手，早解脱，寻找我的第2春嘛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祝你考公顺利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不是，哎，咱们菜还没上齐呢，就喝起来了。哎，静静说，咱俩上次是不是还没有分出胜负呢？来，这一次要不要再一决高下？你快把酒放下吧。今天就算谁喝多，你也不能再喝多了。
那就切蛋糕庆祝我分手快乐吧！吃蛋糕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服务员，刀，我去叫小姐姐。要啥呀？刀。服务员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班长，你约我们是吧？小心啊！斩断情丝。这么大个刀！不过我是真没想到班长竟然会去考公务员，可能他才是我们当中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吧。哎，金先生，你说我们也会变吗？反正不管你怎么变，我对你的爱不会变。你正经点啊！我先回去了。我很正经啊！哎，就这么多，不亲一个？别闹，我班万一看着呢。没人你。大早就知道了，你害怕什么呢？别迟到了，我走了，快回去，早点起啊！啊，知道了。大三下学期在匆匆忙忙中不期而至，青春在跌跌撞撞中戛然而止。离别的音符奏响，我们也到了要面对社会和未来的节点。但生活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我提一杯啊！辅导员发消息了。我看。唉，都这个点了，还在发实习意向调查问卷呢。大三还没结束，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。哦，对了，露露，你不是说你要提前找工作吗？怎么样了？我琢磨了一下，未来想要工作的时间可能还有30-40年，但是留给我在大学谈恋爱的时间只有1年多一点了，所以我决定先不着急找工作了。我要在大学里面好好的谈一场校园黄昏恋。说真的，你们都什么打算？那大4来了，情侣分手各自飞，那才是常态。花儿，你可得小心了啊！锦溪池现在工作也步入正轨了，我应该也会留在武安。你准备考研啊？没办法呀，我成绩不好，老大第1，我第5，保研名额就4个。老大，药学的未来还得靠你了。别说我了，李李呢？怎么打算？我爸妈给我找了家医药公司。不会是广丰吧？那可是多少药学专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地方啊！他们分公司跟我爸妈有点业务往来，帮我内推了一下。苟富贵，勿相忘，科研狗还得靠您了。那不得提一杯？我去接个电话。考研题目难不难啊？还行吧。来，干一杯，干了，干杯。老大，你怎么打那么久电话呀？你快来陪我坐会儿，我都没跟你好好聊聊。花儿，你还想不想保研？怎么了？我不准备读研究生了，我准备毕业就回老家找工作。啊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回老家呀？读研不是你从入学你就开始有的志向吗？你每天那么努力，你说不读你就不读了？我弟今年高3，成绩很好。当姐姐的嘛，总要出份力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吗？你不是有奖学金还有助学金吗？你本来就没有靠家里了呀，怎么家里还不让你读啊？刚才的电话是我爸妈打过来的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没能力再供一名大学生，所以希望我早点回去，
多出点力，早点工作。而且，我早点回家，他们要是有什么事，我还能照顾一下。哎呀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是复读1年才考进来的，跟我弟比起来啊，确实没有什么读书的天赋。老大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我退出会多一个保研名额，要是考虑好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下材料。不要，就当是回馈这3年你们对我的照顾了。花儿，其实你做的、你们做的，我都知道。也像李李那个大小姐脾气，我也会去专柜买东西，都得低头跟人要小样。露露那么懒散的人，每次去学生会都能找到兼职，回到宿舍跟我说要回家，让我替她去。至于你，生怕我吃不饱，每回都多拿一个菜。没有啊，老大，你再想想吧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秋里给我发消息了。董慧欣，你甘心吗？就是，出身没得选，但是想过什么样的人生，你自己可以选的。老大，你就算不考研，回老家你能干什么呀？你不如留在武汉证明你自己。对呀，你留下来吧。你想想吧。你把你爸妈电话给我，我来说。你们别闹了。哎呀，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试试吧。你才多大呀？好，我考虑一下，我想一想。哎，你别喝，来，我陪你一起喝。来，朝里下。超里，喝，喝酒。你们干杯！不许回去了啊！我就回去了，把不开心的事忘了。喝酒，来干杯！干杯！老大，老大，不要分开，老大，我爱你了。小蒋，来，明天我跟人事说一下，你们就先在这儿办公吧。好，郑总，小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蔡文龙，蔡工，你大师哥。这回人我可给你派过来了，这都是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的顶梁柱，你好好珍惜，好好多跟人学习。太好了，辛苦了，慢走。你好，蔡工。借我一下。越临近毕业，越觉得之前4年的大学生活，就像一场以告别为目的的狂欢。因为一旦踏出校园，作为学生的特权和优待就会统统消失。时间像个力气巨大的漩涡，沉默着将我们推向浩瀚人海。有人为了沉重的6便士磨破双脚，
也有人为了天上的月亮奋力奔跑。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，只有偶尔停下脚步，看到校园里懵懂又快乐的心声，依稀能想起我们当年也是这样。江总让我提醒你，项目上线时间确定了，31号，总公司定的。不是说我下月中吗？怎么又往前提了半个月？江总的意思是现在人员充足，希望时间尽量提前。人员充足，我还想问问这江老板是从哪儿找来这群大爷的，还人员充足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说说这东西，说好不来帮我，不干活帮倒忙也就算了，还帮我当副员手，让我给他磨咖啡，他怎么让我给他拉朵花呀？蔡光，聊两句。花儿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来请你们吃饭啊！走，还没吃饭吧？你赶紧去吧，我就不去了，你回来给我带回去啊。周烨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慧心最近找工作不太顺利，心情不太好。还有这事儿啊？我先跟你快去。你别直接跟他说啊。好好。大家好。你愣着干嘛呢？走啊！快趁热吃。最爱吃的辣椒炒肉。好的。谢谢。哎，别吃太急了。喂，江总。你那边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上线时间突然提前了，工作量实在太大了。目前就我跟那为什么要让蔡工他们离开项目组？反正留着也不干活，待着干嘛？还等着我天天伺候他们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是我伺候不起。给人是我的义务，用不用是你的自由。但无论怎样，你必须在限定时间里给我完成任务。我知道，月底吧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挂了。来，赶紧吃吧，趁热。我把江森派的人都赶走了。我觉得，如果你觉得他们不服气你，那你就拿出你的能力，让他们服气。那他们都服我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所以你就宁可把他们都赶走，也不试试了？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把握，无论你付出什么样的努力，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看法？金希少，你还记得高中时候的你吗？那个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会放弃向前的你。蔡总、钱总，买了您最喜欢的脆骨烧鹅。是吧？全武安这么多家店，您就夸过这家正宗。快趁热。小腹有心了，今天咱们有口福了。来，这个。蔡总，不知道这个烧鹅还合您胃口吗？
他们才是今天请这顿饭的真正主人。为了这顿饭，我学弟可是跨越了大半个城区，亲自从饭店背回来的，诚意满满。我记得当时江总提出养物网的方案的时候，蔡公您是投了赞成票的。不如为了养物网，听他说几句。养物网的第一笔订单，是我跟另外2个好朋友高中3年的复习资料，在那些资料里面，不光有我们高中学到的知识，还有我们一起互相陪伴走过的时光。我认为每一本旧书里面都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跟理想。我也不想让这些东西，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磨灭。年轻人，你的故事很有意思，但可惜啊，我们不想为你的故事买单。走吧。我知道，让大家陪我一起完成愿望，很天真，但蔡公，您就不想为您自己做点什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喂，付妮学姐，你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蔡公的喜好，还有这么多年他在公司里参与过的项目？好，只要他一个人的。对，只要他一个人的就够了。据我所知，蔡公您来环岛7年了吧？但您只升过1次职。近几年，您甚至没有直接负责的项目成功融到资，对吧？不知道是您选项目的眼光有问题呢，还是您的能力有问题？年轻人，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。我看过您在环岛参与过的所有项目，我并不质疑您的专业能力，您的专业能力也远在我之上。只是可能近几年你一直被失败打压的没有心气了。我也知道，在您心里，公司让您这么资深的前辈来给我打下手，确实委屈。但您需要一个快速上线的项目，养物网也需要您的技术支持。只有我们合作，才能共赢。蔡公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给养屋一个机会，同时，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机会。你现在说离3院远吗？不远，走路也就5分钟。我也差不多。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但别太紧张，也别太自恋。怎么样？我录取了，太好了，你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今天晚上我请吃饭。我才知道，董慧欣没有继续找工作，
药学专业不往上继续读的话，武安这边的药剂师、医师、科研人员什么都做不了。后来，董慧欣回到老家，找了个普通的工作，供他弟弟上大学。没想到命运就是如此不公平。一转眼，我们这些室友也要各奔东西了。下一次再相聚，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开始按压。肾上腺素1毫克，3分钟一次。肾上腺素1毫克，3分钟一次。临床死亡时间20点37分，带家属去看死亡证明吧，记得安抚一下家属的情绪。谁呀？你点的外卖到了。什么？我没点菜啊，这又不是我的名字。我点的。谢谢啊。吃了吗？谁呀？吃吧。你们家这个户钱跟我们家一样啊？你是多少钱组的？2500。什么？2500啊。你呢？我3000。而且那房东还跟我说，我捡了个大便宜，说是全小区最低价。原来学霸也会被坑啊！
我其实想象过无数次别人在我面前去世的画面，我以为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可是真到那一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是高估我自己了。也许总有一天会习惯的。习惯去面对死亡吗？习惯更坦然地接受生命的循环，也更加珍视自己做医生的责任。窗外的落叶轻轻划过你视线，幻想你的世界有多特别，把名字写在心里第几遍，对星星许的愿，多希望能实现。看镜子中的我究竟有多少面，随时间悄悄地蜕变脱茧，在阳光下飞舞的彩虹蝴蝶，何时才能落到你的左肩？想起你的诺言还在耳边，说再见之前，那时候的你依然自由热恋。如果这个夏